好的，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有关在日本这个大学的时候面试，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这个问题。你如果要在日本学校里面呢，最主要的呢，并不是说你面试策略有多好，主要是你那个考试成绩有多好，这个是第一位的。那么面试呢，只是一个补充，所以我们要从问题的这个表象来看到它这个本质。如果你通过了在大学或者大学院的考试之后呢，一般都会有一个面试。这个面试呢，一般都是我就讲的是走个过场，就看看你的日语的口语水平怎么样，一般不会特别为难你。但是呢，如果说你能在面试当中呢掌握这些技巧呢，基本上就保证你不会因为面试而掉分，而导致你考不上这个大学，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面试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本质呢，就是可以利用在你这个就职面试当中的一些套路哈。面试一般就是有3类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大学，第二个就是说你家里负担得起学费吗？这个问题一般会问，因为大学都很怕你就不给学费，然后就走人了嘛，是吧？第三个就是自我介绍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这3类问题不会太过超格。如果你跟那个面试官意气投合的话，有可能你们会聊得非常之久，然后就是简直就好像这个叫忘年之交一样。你们觉得？让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面试当中最主要的套路是什么？这个套路的本质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考试考出来的人一般都有一套技巧，这个技巧你是可以利用到面试当中去的。这个技巧是啥技巧呢？就是排除法的技巧。就是我们做这种选择题的时候，有4个选项，你要选出正确答案。如果4个选项你能选出正确答案的话，你只能算是高考的小白，你不能算什么有很大的本事。那么真正的学霸呢，就是说你不但能够选出这个正确答案，你还要把那个其中3个为什么是错的那个理由讲的头头是道，那你100%确定你选的这个是对的。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大学这个问题，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说他在问你，你如何能够找出这个大学的特长来，然后能把这个大学和别的大学能区别出来的地方，这个是这个问题的本质。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当然你这个大学你做到的就是一种叫差别化的战略。比如说 iPhone 和安卓，你为什么要买 iPhone， 或者你为什么要买安卓？你不能直接说因为便宜，或者说大家都在用，是吧？你得讲的这个有点深度，是吧？有点深度的话，比如说 iPhone 的这个应用软件啊，或者它的安全性啊，安卓的话你就喜欢它的那个游戏的那个适应性啊，那个上网的自由度啊，这2个你终归要选一个，讲一个比较好的理由，然后让大家觉得你原来很有这个选择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叫差别化的行为就是说你面试对策的时候，你最需要做的就是说讲出这个学校和其他学校不同的地方。那么你面试对策最好的一个情报收集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参加它的 Open Campus。 所有的日本大学都有一个 Open Campus， 然后它是每年比如说大部分都是在暑期，然后你就是有那么2天时间是可以去那边参加他们的 Open Campus， 然后你可以在那个 Open Campus 接受他们学校模拟的上课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模拟上课情况中，你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呢？如果你能在 Open Campus 里面讲课的老师，一般是他们学校里面最好的老师，或者说是最逗逼的那一个，就他能讲课讲得很有意思，能够让普通人觉得你看上这个学校会上得很开心哦，那么就是这种老师。最好的就是说你在参加完这个 Open Campus 之后，你最好就立即买上几本这个老师的著作，一知半解的你要读一读，读完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在面试上你就知道该对这个面试你的这个老师要讲什么了吧，对吧？你去过这个学校的这个 Open Campus， 然后你看过这个老师的书，然后你就说我对他在这个学部学科做的这个研究是导致我对他非常非常的崇敬，因为我非要去上这个课，所以呢我一定要到这个学校来。那么这个理由就很容易就把这个学校和其他的学校区别开来了。这就是完成差别化的一个过程，最终你就把这个差别化完成的非常天衣无缝。你比如说这个庆应艺术大学里面每年都会有一个叫清水聪的老师在那里讲课，然后他是专门研究商学的，他讲课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他有非常多的粉丝他在讲课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真正的老师还是他是过来搞笑的，是吧？就简直就是日本张雪峰这个水平，是吧？他跟你讲话的时候，那么他会有一些他的著作，然后他有他的研究会，有这个庆应最有名的这个研究会，就可以去买一些他的著作，然后你读一读，读完之后呢，我实在太想去上这个清水先生的课，所以我选择了我们大学。我记得我当时面试的时候，我面试的时候，我记得我讲的是这个大学里面，就是你这个是会计师
合格率是日本第一啊，因为我比较想在这上面，我比较想在会计上面学好，所以我选择了你们学校的大学。就是你能想出一个理由，能把这个学校说的和其他学校不一样。最好的当然是什么？你有第一位，比如说你早大有5万多本的这个书的这个图书馆，这是全日本第一，你可以讲这个。那么比如说你清英，你就有那种会计师合格，你是全日本第一，人数最多啊。法政大学包括那个法政大学有这个律师合格率啊什么什么，任何一个大学它都有可能有一个数据是全国第一的，你把这个数据找出来也很好。然后呢，或者是你参加了这个 Open Campus， 你找到他一个老师，他讲课你喜欢，你读了他的书，然后你就说我因为这个理由选择了你们学校，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差别化的战略哈。介绍大学呢是差别化对方，介绍自己呢是差别化自己。我们讲一般都会有一个自我介绍是吧？但是呢你非常要注意哦，实际上你自卖自夸的效果是有限的，就是你整天说我学富五车是吧？我什么都懂啊，我日语、英语、外语、中文讲的都非常的好，我是怎么样，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你是把自己夸得很开心啦，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不大可能是真的，是吧？作为一个很理性的一个人来讲，他会觉得你自己夸自己这个不可信啊，可信程度有限。所以呢，在面试的时候，不管是在大学面试还是在企业面试的时候，记得不要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你最好在1分钟之内。这1分钟之内，你如果能够抓住对方，那当然最好了。如果抓不住对方的话，你主要把时间花在哪里呢？就是要尽量差别化对方。你如果能够把对方的这个特点给讲出来，你这个要去的企业、要去的大学、要去的大学院，你能把它讲的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我为什么是马，我不是牛？这些你能够把它讲清楚，能够在高考当中非常确定的把这个答案其他的这个干扰项全部都给排除的话，那么就证明了你的能力啊，证明了你有这个足够的情报搜集能力。刚刚讲了，你参加 Open Campus， 或者是你有这个战略上的安排，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对于自己的差别化也是一个方式。你不需要通过证明自己好来证明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你可以通过证明你发现了对方的好，通过发现对方的好来证明自己好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以呢，企业面试的时候呢，你也要记得这一点，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发掘这个企业的这个情报，然后在面试的时候能够尽量的拍这个企业的马屁哦。所以呢，你就想到，如果你把这些都做到了，那么你的基本面试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么有人说，我实在日语太差了，这个面试的时候不够流利，该怎么办？那就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了，是吧？你回家再去练练吧。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登录我的这个频道啊，谢谢观看，拜拜。